什么毛病死的？好像病死的。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什么好像是啊？你们中国人做事就是不肯定。什么好像啊，或者也许，大概是啊，说是还是不是？哎，不对，你不是病死的，你应该是憋死的。拿回去，回去再死过，快点，重新死过。哎，回去再死过。少废话，去，重新死过。哎。如果是你，会珍惜这次还阳的机会吗？先别急着回答，看到最后一定会震碎你的三观。这是风月大师李翰祥50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心冷暖和人走茶凉演绎到了极致。故事得从丰都鬼城说起，这里可不是什么旅游景点，而是人死后的中转站。刚死的新鬼们都得在这儿排队过关，跟春运抢票似的，那叫一个壮观。俗话说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，这儿的规矩比阳间还多。这地府也与时俱进，搞起了现代化管理，鬼差们跟海关人员似的，挨个检查，防止有人走私。你看这个大爷刚想蒙混过关，就被鬼差拦下。鬼差二话不说，从他嘴里掏出一块金子，原来是家人塞的。另一个鬼大爷更惨，生前小肠疝气，死后还鼓着个大包，被鬼差误会藏了私货，非要给他开膛破肚检查一下，吓得他魂飞魄散。过了鬼门关，就到了决定来世命运的转轮厅。在这里，判官会根据你前世的遗憾，为你量身定制下一辈子。有个哥们上辈子是银行出纳，天天给别人钱，他的愿望是下辈子别人能天天给他钱，没问题安排。下一秒他就投胎成了一个乞丐，果然天天有人给他钱。还有个大姐，生前是家庭主妇，酷爱赌钱，可惜老公太穷，她的愿望是下辈子能赌个够。好嘞，满足你。于是她直接变成了赌场里的荷官，每天都在赌桌上替人发牌，真正赌了个够。很快轮到两个不能说话的哑巴，上辈子说不了话，憋坏了许愿，下辈子要说个不停，结果两人就变成了迎宾的门童。最绝的是，一个叫包不死的哥们，上辈子被劫匪一刀捅死，他发誓下辈子要刀枪不入。阎王爷大笔一挥，满足了他，于是他投胎成了一个电影演员，在镜头前怎么死都死不了，被机关枪扫射，被炮轰都毫发无伤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不死之身仅限片场，一下了班，尤其是在床上，那可就保不住了。就在这片欢乐祥和的投胎氛围中，我们的主角老赵时义登场了。他来到鬼门关，递上自己的死亡证明，判官翻开一看，病死的。可老赵支支吾吾说好像是，这下可把判官惹毛了。判官拿出生死簿核对怒了，不对，你这证明上写错了，你应该是憋死的，拿回去重新死过。话音刚落，一脚就把老赵踹回了阳间。老赵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已经被抬进了义庄，不由得感慨：阎王叫你3经死，谁能留人到5经？可是死错了也不行。随后他就想着回家看看，在路上他看到一个面茶摊，就想着自己也喝一碗暖暖冰冷的身体。可众人一看他身穿寿衣，都被吓跑。哎，什么事啊？鬼！老赵急忙照了照镜子，自己的形象确实有点吓人，但俗话说一生一死，交情乃见。他寻思着谁最疼我，那肯定是我老婆啊。于是他满心欢喜地摸回了家，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家大门口挂着的灵堂。老赵心里咯噔一下，但转念一想，老婆肯定是在为我伤心呢。他悄悄凑到窗边，只见老婆哭得梨花带雨，那叫一个肝肠寸断。老赵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正准备冲进去给老婆一个惊喜，可就在这时，他最好的朋友吕品从后面抱住了他老婆。老赵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只听他老婆一边伤心一边跟吕品抱怨，说老赵活着的时候他们只能偷偷摸摸，现在老赵死了还怕什么？而吕品呢，则劝他再等等，毕竟老赵头期还没过，现在就结婚面子上不好看。好家伙，这哪是吊唁，这分明是狗男女在灵堂前偷腥，商量着怎么瓜分遗产呢。老赵气得浑身发抖，差点当场表演一个死而复活，又气死。更让他心碎的还在后头，他躲在暗处，又听到了儿子赵明和女友的对话。儿子正盘算着怎么用老赵3万块的保险金和朋友合伙开公司。原来儿子早就知道后妈和吕品的丑事，但为了不刺激病中的老赵，一直憋着没说。老赵一听，心彻底凉了。他明白了，自己要是现在活过来，保险金就泡汤了，儿子的前途也毁了，自己老婆没了，朋友没了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万念俱灰之下，老赵想到了自己跟了大半辈子的董事长金钟禄，他觉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找董事长借点钱远走高飞，眼不见为净，也算是条出路。然而现实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他深夜敲开董事长家门。老赵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老赵在董事长心中根本没有存在感，连他去世都不知道。而董事长夫人看见他这身打扮，吓得直接昏了过去。他急忙提醒董事长，老赵已经挂了，自己还去吃席了。此时董事长也反应过来了，
等老赵解释清楚自己死而复生后，董事长的脸色更难看了。他非但不信，还以为老赵是来敲诈的骗子。接着，董事长开始疯狂输出，把他多年来对老赵的不满全都道了出来。原来他早就看老赵不顺眼，觉得他倚老卖老，要不是吕品，也就是董事长太太的表弟求情，他早就把老赵开除了。他还当着老赵的面嘲笑他头上的绿帽子，你老婆跟吕品有一腿，除了你全世界都知道。听着这些诛心之言，老赵彻底崩溃了，但他也被激出了血性。他冷笑着看着董事长，抛出了一个惊天大瓜：是啊，我头上的绿帽子全世界都知道。不过董事长，你以为你太太的表弟吕品在床上叫她表姐还是叫她表妹呢？你头上的帽子什么颜色？除了你自己，全世界也都知道了。这下轮到董事长夫妇傻眼了。老赵看着他们惊愕的表情，心中最后一丝留恋也消失了。他大笑着离开，留下这对新的狗男女在风中凌乱。春冰薄，人情更薄；江湖险，人心更险。彻底看透了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老赵万念俱灰，他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灵堂，发现连自己的棺材都被一个乞丐占了。他怒不可遏，把乞丐踹了出去，自己躺了进去。这一次他真的是被活活气死的。画面一转，又回到了鬼门关。鬼差看着生死簿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赵世义，河北人这次对了憋死的，下一个。看到这里，你还想要还阳的机会吗？相信到时候你也会撕开人性虚伪，看清世俗冷暖，人情淡薄。我是小 K， 我们下期见。